穆海棠，就凭你这副残躯，也妄想怀上本王的子嗣？切！你还当自己是镇国将军府高高在上的嫡女吗？镇国将军府早就灰飞烟灭了，你的父兄死得干干净净，你现在连街边的狗都不如。爹爹，娘亲，奶奶在京城吃得好，穿得暖，一切安好。男儿不委屈，男儿不想爹娘担心。当心！好温暖。哼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滚回来！那一眼，成了我晦暗岁月里活下去的全部希望。你有美貌的疯丫头。爹爹，女儿从来没有求过您，求您帮我去求求陛下，给我和雍王赐婚吧。臣愿以半生军功，换陛下一纸婚书。妹妹果然好手段，只可惜王爷只是拿你泄愤罢了。你是在怨王爷没有保住你穆家满门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再也没怀过孕吗？因为我早就给你灌了绝子汤。你这辈子都生不出孩子。你家通敌叛国的罪证，全都是王爷一手伪造的。你说什么？当年是你求来赐婚，拆散了王爷和顾云熙，他心里只有当今太子妃。你不过是他手里一枚用来毁掉你们穆家这个棋子。你想想，他心爱的女人日日在太子身下承欢，他会放过你吗？王爷，你是不是恨极了臣妾？本王为何要恨一个心如死灰的哑巴？宇文锦，我有错你冲我来，我父兄何错之有？我那4岁的侄儿何错之有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忠犬不向主人摇尾，留着便是隐患。宇文锦，你才是该死的那个！想杀我，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来啊，用你的身子捂热本王的心。穆海棠，你敢服毒？传御医，给本王传御医！我悔不该心动，若有来世，姑姑，从此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你我二人永生永世，再不相见。不，穆海棠，你给我醒过来！你的资历没有退役。终于醒了，二小姐，求您给小姐请个大夫吧，她要不行了。放开，自己掉进荷花池的，真摔死了也活该。我们走。九世轮回换重生，纯纯恋爱脑。停，都别哭了，出去，守在门口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穆海棠，你这个烂摊子，我接了，这资本赚了。不过，为了个男人连命都不要，放心，你的恋爱脑，我替你治。听青儿说你不慎落水了，劳大夫人费心了，海棠无碍。小姐受了惊吓，身子虚，需开几副安神方子调理。既如此，你们几个丫头仔细伺候着，别再出岔子。青儿，走吧，马上要议亲的人了，莫要大惊小怪。知道了，娘。幕府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狗屁的大夫人，先陪你们演几天戏。你们俩过来。经了这回劫难，我算明白了，再不能如从前般任人拿捏了。你们可知我是如何落水的？我是被穆婉清推下去的。
什么？二小姐这般歹毒，小姐您该去禀明老夫人。老夫人是她的嫡亲祖母，若你是她，会为了我一个外人去责罚自己心尖上的亲孙女？可小姐，难就这么算了？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糟了，小姐，现在已是午后，您身子不爽利，还去给王爷做点心吗？送点心？送个鬼啊！今天宣布个事儿，给雍王送点心这事儿，从今天起免了。以后雍王是雍王，我是我。锦绣姐姐，我怎么跟做梦似的？小姐怎么突然就明白过来了？经历生死总有感悟，且瞧着吧。咱们小姐啊，这回是要把碎了的琉璃盏磨成扎人的针了。小姐，该用早膳了。唉，这苦逼的穷日子，是一天都过不了了。锦绣，咱们手头还有多少银子？回小姐，就剩1两银子和100文铜钱了。上回您给雍王做糕点，料钱都是当了您的类似千宝簪子才凑够的。去，把大夫人给的那个首饰匣子抱过来。小姐，您真美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吃了蜜糖啦，快给我更衣，一会带你们出去吃顿好的。小姐，好了，这可是上京城最时兴的发髻，把这些金的、玉的全给我插头上，金项圈也戴上。小姐，全戴上，这恐怕……少废话，全戴上。我的第1桶金啊！哼，3天没出房门，竟没跑去给雍王送点心，想必是被二小姐推下水，受了惊，吓怕了。青儿这蠢货，那丫头可是镇国将军的嫡女，若真死在府里，皇上过问，穆家怎么交代？要弄死她，也得推得一干二净。现在得想办法让她出门。女子没了名声，只能低嫁。她对雍王那般痴迷，待不住的。吩咐门房，她若出门，直接放行。又去雍王府倒贴了，这打扮也太……原来真正的古代街市比影视剧里还要壮观。她是穆家那位嫡女，那个整日追着雍王车马跑的笑谈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无碍，你家小姐重获新生了。小姐来一副。小姐，我们没带银子，午时得回去赶饭点啊。不必回去，今日我带你们吃最金贵的席面。古人取名就是呀。景渊，我若没记错，这逸宝斋可是你的私产？穆小姐您来了，今日带了什么物件？今日物件多，劳烦请你们掌柜出来。穆小姐，在下是这小店掌柜，不知有何事？自然是当东西。就这些，折算一下。小姐确定全当，死当活当？死当，痛快点。凑个整，80两。不好，150两。100两。120两，再加100个铜板。行吧，只当交个朋友。阿福，去账房取银子。等等，100两银票，20两换成1两，1两一锭的碎银。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，烦请估价。这副耳坠给小姐10两吧。谢掌柜了。小姐，您的金簪子呢？没首饰赴宴会被贵女笑话的。当了就当了，走，带你们买好吃的去。齐生，王爷有何吩咐？他这2天都没来过。王爷问的是谁？回王爷，穆小姐因落水受惊，这3日都没来过。哼，蠢得可以，最好别再来了，省得本王沦为笑柄。魏国公世子萧景渊回来了，父皇这一病，太子倒拉拢得快。是，太子今日出宫，约了萧世子去逸仙楼品茶。逸仙楼，哇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哎，小姐，等等奴婢啊！
老伯，这包子怎么卖？大肉包2文钱一个。好吃，远离科技与狠活的味道。我的小祖宗哪有世家女当街吃东西的？快吃，包子得趁热。锦绣，剩下10个打包明早吃。小姐，你以前说市井饮食不干净，全当以前的我在放屁。吃。小姐，这包子可真好吃。难怪传言说他痴迷老三，如今这做派，倒与当年判若两人。倒是好奇，雍王对他这般行径是何态度？我那三弟既不说娶她，也不驱离，由着他天天在王府门前闹。不拒绝便是想要，但他的身份摆在那儿，他不敢直接跟皇上开口。穆家和萧家手握大半精锐，他想从姑手里争储，穆海棠就是那步最精妙的棋。雍王母子是想逼穆海棠自己去请旨赐婚。玉贵妃搅黄了你的婚事，那他也别想顺利娶了这穆家嫡女。坐下，一起吃。小姐您吃，吃不完我们带回去热热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今天不吃，剩下的全扔了。吃吧。是谁撞了小爷？恶人先告状。魏国公府的纨绔二世祖萧景玉。哎，姑娘，本少爷这张脸，他居然看都不看一眼。云归，去查一下方才那是哪家的姑娘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大哥，大白天一身酒气，母亲马上给你一亲，你还敢去花楼？不要就不要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敢跟老娘玩顺手牵羊？萧景玉，萧景玉，你给我出来！谁喊我？我听着是个姑娘。你这是又招惹谁了？我哪知道，小爷风流倜傥，我且去瞧瞧。不知姑娘找本公子何事？长得人模狗样，竟然是个贼。拿来。姑娘想要什么？萧二公子看着人模狗样，不干人事儿是吧？你到底在要什么？你们国公府穷疯了，把我银票还我！你的意思是我偷了你的银票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敢讹诈本公子？本公子偷你银票，想要银子直说便是。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姑娘，本公子赏你100两，如何？找死！想知道我是谁？听好了，我是你正儿八经的小姑奶奶。废话少说，姑奶奶的100两呢？你光天化日，你干什么？还敢抵赖，连折痕都一样。那银票是我自己的。嘴硬是吧？到底是谁的？放手，疯丫头！放手，是你的。小姑奶奶说是谁的就是谁的。算你识相。我去，这古代真没白来，也太帅了吧！许久未见，穆小姐竟不认得姑了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，问殿下安。你刚才可不是……起来吧，姑不知你们刚才闹的哪一出。太子殿下，他非说我偷他银票，还动手打我。殿下明鉴，臣女下楼时，萧二公子满身酒气撞了臣女，随后银票便不翼而飞。萧公子声名在外，纵情声色，说不定是急着给哪个花魁赎身才……你胡说什么？小爷怎么可能偷窃？穆小姐说来说去，也无法证明家弟身上的100两就是你的100两。这人是谁？好可怕的隐秘功夫！魏国公世子萧景渊。
北狄人眼里的活阎王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根大腿我抱定了。世子爷的意思我懂了，银票都一样，我确实无法证明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。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那人微言轻，百口莫辩，怪只怪我没个好哥哥护着，我自认倒霉，行吗？好一张利嘴，以退为进，暗讽我们兄弟欺凌弱女。穆小姐误会了，家弟虽顽劣，却做不出偷窃之事。既然双方都无法自证，这银票便一人50两，剩下那50两算成家弟刚才撞了你的赔偿。花钱买封口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。萧智子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这50两是我的，另外50两是令弟给的赔偿，没错吧？那不知世子爷说的封口费打算何时给我？什么封口费？我这人藏不住话，若是让人知道二公子不仅风流，还手脚不干净，世子爷也不想看到吧？臭丫头，你果然是来讹诈的，小爷大不了不娶妻了。那敢问穆小姐想要多少？不多，就1万两。1万两？你当国公府的琴子是天上掉的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银子到位，我这张嘴绝对闭紧。借题发挥，挑拨离间，冠冕堂皇的勒索，好深的心机手腕。这般女人若真带着将军府的兵权嫁给老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与令兄穆小将军书信频繁，若我告知他你为了1万两私会外男，不知他急火攻心会不会私自回京？边关将领无诏回京，可是死罪。穆小姐掂量掂量。萧景渊，你敢耍我？我名声再差也不愁嫁，倒是世子爷您都20有1了，院子里连个丫鬟都没有，怕不是那年大胜北狄受了重伤，伤了根本吧？怪不得江家大小姐急着退亲，转年就嫁了个能生养的武状元。您这么纵容弟弟，是怕国公府断了香火吧？你敢辱我大哥，我打死你！好恐怖的武力值，什么时候出手的？大哥，你放开我！他如此不知羞耻辱你，你还护着他？我呸！只许你大哥嘲讽我嫁不出去，不许我调侃他不行。你们魏国公府真够双苗的，说给银子的是他，反悔拿我互相威胁我的也是他。一个大男人故意刁难我，也好意思提我大哥？告辞！哼，我点拨几句，怎就成欺负你了？你吃毒药长大的吧？说出的话比毒箭还要命。世子的银子捂久了别发霉。太子殿下，臣女告退。呸！狗男人，祝你不举！我的银票。穆小姐，你可是受伤了？他的眼神怎么如此冷漠？别碰我，腰闪了。锦绣，去叫掌柜的来。誉王殿下恕罪，穆小姐这是……掌柜的自己瞧，刚才萧二公子撞了我，硬塞了500两给我赔罪。掌柜的，若刚才摔的是雍王殿下，有个3长2短，整个逸仙楼赔上也不够啊。穆小姐点醒了小人，您保住了我们的饭碗，这600两千万莫嫌弃。既然是掌柜的一片心意，再推脱就不识好歹了。穆小姐，小人让人送您回府可好？这得问雍王殿下，是他撞的我。你要本王送你回府，这怕是于理不合。人家萧二公子没撞倒我都塞银子赔罪，掌柜的也塞银子，您把我腰撞断了却不管我。见谁讹谁，小爷用100两打发他，竟然还赚了。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谁能想到盛传的草包美人竟长了张如此能言善辩的丽水？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让本王接你回府？你我尚未婚配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我跟你回你妈的王府啊！这人有大病吧？不知廉耻，勾引雍王。你到底起不起来？本王可不陪你丢人现眼。你吼什么？我又不聋。你敢跟本王如此态度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回王府？你我之间与陌生人无异，雍王府门槛太高，我不配，更不敢肖想。脑子不如掌柜的，我要的是钱，谁要跟你回府？那你说，你究竟想怎样？是你撞了我，我需要银子养伤，我就是想要银子，仅此而已。你要多少银子？说个数。5000两。你说什么？张口就要5000两，3000两都能在上京买个院子了。我不识数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
给，本王回去差人送给你。王爷说笑呢，等我回了府，连你雍王府的大门都进不去。总之，我今天一定要看到现银。他如此缺钱，方才若把那1万两给了他，他又何至于坐在这里受人非议？齐生，回王府给穆小姐取银票。慢着，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回王府太久，我腰疼等不了。前面就是钱庄，拿着王爷的信物去接驾，最多1刻钟。使不得，哪能劳动王爷的人去钱庄？此事因我逸仙楼而起，我们自当承担。掌柜放心，本王必让人把银票送来。殿下折煞小人，拿去。这小财迷是有多喜欢银子？哟，幕府何时落魄至此了，竟抛头露面出来讨赏？讹诈可是重罪，把我们上京闺秀的脸都丢尽了。这点碎银够你姐燃眉之急了。谁让你们假慈悲，拿几两碎银羞辱我家小姐？哪里来的贱婢？锦绣，和莲心站一边。区区从五品小官的庶女，也敢打我的人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们瞧清楚了，他故意讹诈逸仙楼，还诓了雍王殿下5000两。我就是明目张胆讹了5000两，你能奈我何？穆小姐哪里的话，这600两是我们赔罪的。你贼喊抓贼，成天追着雍王跑，上京城就没见过你这么下作的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送点心了？我给他送2块点心不知廉耻，那你勾引你姐夫是不是该进猪笼？你说什么？他嫉妒你的好姻缘，半夜脱光了爬进你未婚夫王公子的床榻，你竟还蒙在鼓里。穆海棠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敢害我！穆小姐慎言，你一个大家闺秀，满口污言秽语，莫非非要把人逼上绝路才甘心？顾云溪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训我？你纵容他们辱我，以为我怕你？我只是懒得计较，多看你一眼我都嫌恶心。她一个庶女想攀高枝，你正好嫌弃白采薇想换个听话的狗，所以你给她出了这锦囊妙计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既毁了白采薇，又拿捏了百春柔，满口慈悲却杀人于无形。顾大小姐好手段啊，比刽子手都厉害。穆海棠，你血口喷人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穆海棠，你编排百姑娘半夜进姐夫房间，可有证据？无凭无据可是要逼死人命的。要证据？好啊，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手工纱。我穆海棠乃完璧之身，现在让博春柔把手工纱亮出来，看看谁才是破了身的女子。你逼死我，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！姐姐别信他，他是挑拨我们啊！你竟然真的，我们母女待你如己出，你竟做出这等不知廉耻的事！那个男人是谁？自作孽不可活。哦，还有后招，想借机上位啊？姐姐，求你放过我，我跟王公子没关系。住手！蠢货，竟把男人叫来当众承认。柔儿，你没事吧？王允，你就是他的那个男人。对不起，我与柔儿是两情相悦，情不自禁，我们退亲吧。管不住下半身还装什么情圣，狗男人！两情相悦，你们做尽了不知廉耻的事，凭什么付出代价的是我？顾云溪，现在你满意了？原来我们不过是你手里的工具，你们姐妹的破事关我什么事？你一个五品小官的女儿，也配跟我做朋友？自己看不住男人，怎么不怪你自己不讨喜？恶心！你们真让我恶心！王允，今日我死在这儿，成全你！这丫头竟会功夫！你放开我！我没脸见人了，让我死！愚蠢！为了个渣男要死要活，做错事的是他们，你死什么？你以为你死了他会难过？
他只会转头娶了那女人蜜里调油，而你蛊哭黄土。采薇，我要不……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不就是个男人吗？世上什么都缺，最不缺的就是男人。抓不住的东西，连伸手都是多余。王家绝不会让爬床的庶女做正妻。回家吃饭睡觉，坐等王家给你交代。要么他做妾，要么送他去安堂。做妾，安堂，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不治，把自己摘出来，往前走，莫回头。顾大小姐真不愧是上京第一才女，出的骚主意差点搭上人命。穆海棠，你少妖言惑众，比市井泼妇都不如。穆家把你教得如此不知天高地厚。穆家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穆海棠不是穆家的女儿，我父乃东陈国镇国大将军。你虽为丞相嫡女，可我的身份绝不比你低。我再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若明日茶楼再敢编排我便去敲登文鼓求见圣上。锦绣，走。白采薇，回去告诉你父亲，百春柔今日打了我的人，下次再让我见他伸爪子，我就剁了他那只手喂狗。他们怎么还没走？顾有些乏了，先回去了。教坊司新来了上等货，咱们去解解闷儿。我是你小姑奶奶。张口就要1万两，穆海棠，你给小爷等着！这仇不报非君子！热死老娘了！别管我，自个儿扇着，仔细热出痱子。小姐，您为何要帮那百家大小姐？谈不上帮，不想惹麻烦罢了。人各有命，不能太过干涉别人的因果。一个人真能变化如此之大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踢白采薇那一脚，力道与角度极佳，他会功夫，心思深沉，还会武功。若他真带着穆家兵权嫁给老三，必成大患。没电没网没手机，这漫漫长夜怎么熬啊？现在要啥没啥。靠！萧景渊耍我的1万两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老娘连10天都等不了。狗男人，今晚就来收拾你！资本家住的是迷宫吗？东跨院刚煨好的醒酒汤，趁热给世子爷送去。带路 NPC 来了。世子在沐浴，送进去吧。天助我也！下班了。这该死的万恶的古代空调房，狗男人，这么有钱还贪我1万两，越有钱越抠缩。我去，8块腹肌，宽腰窄臀，这不比不花钱的男模香？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世子爷，小人新来的，过来送醒酒汤。胆大包天，居然易容夜闯国公府，果然是你这只豺狼。端过来。狗男人，早知道给你下泻药了。暴殄天物啊！他受重伤不行了以后，居然改喜欢男人了。世子爷息怒，小的没测过人。哼，笨手笨脚，我自己来。表哥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姨母说你喝多了，让福儿来看看。无事，表妹早些安息吧。对着这等尤物都毫无反应，实锤了，这狗男人果然不行。表哥，不如你给福儿讲讲漠北的趣事。未出阁的女子夜里四处走动偷看，与理不合。怎么感觉这老阴阳人是在内涵我？表哥，你去漠北3年，福儿每日都在惦记你。表哥，我不要名分，只想陪着你。脱肚兜也没用啊，大姐，这死太监他不行。他竟敢在他
汤里下药，立刻给我滚！再赖着不走，明日就把你指给看门的小厮。不，别跟我走！就这，生扑啊！你衣衫不整的按倒他，他能不负责？胆小鬼！躲在这儿偷着乐够了。世子爷，小人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懂。替我整理衣衫，我要歇息了。整理衣衫，他这般模样，怕是心情极差，要迁怒于人。还好只是整理衣衫，可他这气场也太吓人了。天不早了，世子爷安歇吧，小的先告退了。大半夜跑来送醒酒汤，转头就想走，把本世子当什么了？记住，是你先来招惹我的。靠，这具身体太弱了，凭力气根本赢不了，只能用那一招了，拼了！自不量力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你是铁打的吗？这么硬，让你扣我1万两，让你吓唬我。带了这么多钱还装穷，就当精神损失费了。画不错，人不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孝悌忠信礼义廉。长了副好皮囊，姐姐今天给你好好上个妆。小景月，我看你明天怎么见人。利息收完了，姑奶奶撤了。到底是不是女人，竟把男人折腾成这样？难不成她不爱温柔的，就喜好这般暴力的？渊儿，昨晚你和福儿……表妹与我能有何事？你这榆木疙瘩，外头满京城传你的谣言，连地更帖的都没有。福儿愿意嫁进国公府，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？母亲，我与表妹绝无男女之意，娶她断无可能。母亲若想留她作伴，在府里寻个侍卫管事嫁了便是。若非塞给我，我不介意即刻将她送回孟家。早朝时辰到了，告辞。听说了吗？百家二姑娘和姐夫，穆家大小姐当众揭穿的，太不要脸了。5万两啊，够买城南3个绸缎庄了。去哪儿这笔快钱？裴元明，荆轲探花郎，翰林院修筑，寒门术数，太子谋士。前世却因一个女人倒戈宇文锦，断了太子的羽翼。有点意思，这个漏老娘捡定了。萧家满门忠烈，你敢爬他外室的床？从此探花倒戈，太子断腿断翼，朝堂彻底洗牌。昏君呐！要护住原主的爹娘和太傅，就必须保住萧景渊这个活阎王。柳思思还没进京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明日进宫，去会会我那2个可怜的恋爱脑闺蜜。镇国将军嫡女，竟住得这般简陋。成何体统，连礼衣都不穿。若进了贼，如何是好？看来是真的该娶亲了。我长他数岁，他会嫌我老吗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嫁给你个死变态，你连正常人都不算好吗？景渊，回京也有几日了，尚可大好？劳陛下挂心，臣无大碍。难得回京，让你母亲替你留意着。若有看上的姑娘，只管告诉朕，朕亲自为你赐婚。臣镇守漠北，刀剑无眼，唯恐误了人家姑娘终身。哼，谁要是敢不识抬举，
就像当年江家那丫头，若不是你求情，别说她一个姑娘，便是整个江家也早就不复存在了。赐婚嘛，正合我意。快进来，没人守着。哎呦，我的腿！穆海棠，你走路都能摔成这样！这疯女人怎么摸进东宫来了？嘘，你小点声！你确定太子没在？这门槛设计的反人类吧？放心，太子哥哥在汤泉宫泡药浴呢，没一个半时辰出不来。海棠，你说左大人真会来吗？假借东宫名义召他，他敢不来？万一他发现我们假传懿旨，明日上朝跟太子哥哥告状怎么办？幼稚！钦天监左长银从7品爬到正4品，靠的就是审时度势。太子不召见，还敢凑上来告状？你是不受宠，可终归是金枝玉叶，他精得像鬼，岂会为这点小事得罪？好一招狐假虎威！一个深闺丫头，竟把堂堂4品大员的软肋看得如此通透。说实话，你突然看生辰八字，莫不是怕你和我三哥八字不合？当然不是，我的事儿和你三哥有半文钱关系。不嫁了，你把他放心尖上那么多年，说不嫁就不嫁。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月月死过一次，我活明白了，我要逆天改命。他宇文锦想要我身后的兵权，又怕你父皇猜忌，所以纵容谣言毁我清白，想逼我爹主动去求赐婚。但我爹是纯臣，他绝不会为了我去卷着党争对付太子。好一个纯臣，穆神霄竟教出个如此通透的女儿。穆婉清这般歹毒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截了结了他，杀他太便宜了。我找左长卿是要让他去跟你父皇禀报，就说我生辰八字命中带煞，天生克夫。你疯了！借左长卿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欺君啊！公主，左大人到了。微臣参见公主殿下。左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今日是本小姐找你。此女不卑不亢，眼神如刀，哪里有半分蠢笨之相？传闻误我，穆小姐这命格贵气还生，乃是金枪玉的底子，借劫重塑，浴火涅槃，日后封诰加身，母仪天下也未可知啊！天生奉命，什么母仪天下，一派胡言！这死丫头若敢信，左大人慎言，我幼时遇道士披卦，说我天生带煞，乃是克夫之命。那道士纯属胡言乱语，小姐绝非克夫之命。所以若皇上问及，还请左大人只说我命中带煞，天生克夫。你竟要我欺君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！左大人慌什么？星象是你说的，卦辞也是你解的，我不过是让你讨皇上欢心罢了。恕难从命，下官以为一己思念，糊弄圣听，与乱臣贼子何异？左大人在这里充正人君子，那自家后院纵容小妾诛杀亲儿苛待发妻的安撒氏，怎么就视而不见呢？不问青红皂白尽足正妻，反将毒妇娇养。左大人这一碗水端的可真平啊！这是下官家事，与你何干？我是想救你，我一个闺阁小姐都不知道的如此清楚，你以为你的政敌会一无所知？那杜父刁难有孕侍妾，致其小产，利用亲儿设生死局，我难道不该惩治？左大人好大的威风啊！当年你连饭都吃不上，是他变卖嫁妆扶你上青云，没有他哪有今日的正4品监正？你一介闺阁女子，怎么说话如欢场女子般不知体统？你站在观星台上，就不怕天上落下个惊雷，劈死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？他要是真善妒，早就给你下砒霜了。等你下了葬，再给你烧180个丑八怪伺候你。他为何要死死揪住左长卿的家事不放？嫌他出身商贾，满身铜奏配不上你，所以你看上了那个能歌善舞的庶女。我都猜得到你怎么骗你夫人的，喝酒误事，上司送的推脱不掉，不过是个玩物，过阵子找个由头发卖了。左大人，我猜得对吗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他刁难有孕侍妾，致其小产，此等毒妇，下官不过是关他几天，让他服软。服软？你脑子跟那妾睡觉睡没了吧？那美娇妾既能吟诗作对，又能讨你欢心，你是被迷了心智吧？乖，这虎狼之词，你真以为他小产了？血，你趴在他腿间看了，流的到底是他的血还是猪血？你分得清吗？大夫验过，买通个大夫要几个钱？整件事你查都不查，就直接定了结发妻子的罪，嫌他商贾出身，嫌他满身铜秽，没有他拿银子给你上下打点，你能在官场直上青云？你结交权贵的银子打哪儿来啊？
靠你那点微薄俸禄还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你花着他挣来的银子铺路，官做大了反倒嫌弃他了，真是惯得你臭毛病。他到底是找夫君还是找了个爹回来啊？除了养儿子还得养你这个活爹，跟你合理怎么了？就你这样的破烂货，转一圈回来还得拿你当香饽饽。一会儿大宫女会带御医随你回府，那小妾到底有没有怀孕小产，一查便着。这下官回去便严查，若真是他兴风作浪，下官就把他送到佛光寺修行。佛门清净地不是你藏污纳垢的去处，这等谋杀嫡子陷害主母的毒妇，当着全府下人的面杖毙。若日后你触怒龙颜，御史台拿你宠妾灭妻弹劾，你便是死路一条。左夫人是我要护的人，管好你的裤腰带，再有下次我绝不客气。海棠，你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地帮左夫人？因为一碗热面。那年我6岁，上京大学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脑袋一想，眼皮就再也抬不起来。是左夫人救了我，她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她落难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原来他从小到大竟过得如此让人揪心。左夫人保住了。宇文锦，你上辈子用来拉拢左长征的筹码被我提前切断了，破镜难圆。左夫人是个聪明人，与其扶她凌云志，不如自挣万两金。只要手里有银子，还愁没男人？凭什么他们能找17的，咱们就不能找18的？我的祖宗，你可别胡说，被人抓住那可是要沉堂的。你是不是傻？自然不能让人抓住了，我就是痛快嘴。海棠，左大人说你是天生凤命，既然你不嫁我三哥了，那你考虑考虑我太子哥哥呗。他敢答应试试？我和太子，亏你想得出来，那等谪仙人物是我敢肖想的。太子殿下自然得配顾云溪那种德才兼备的女子了。就她也配？太子殿下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掉羊圈里了呢。海棠，你快别提他了，他人前人后两副面孔，成天穿得跟死了爹似的，还觉得自己清冷绝尘，硬是想压我一头，做梦！我这辈子就想让人伺候，找男人也得找个能伺候我的。那你听说没？魏国公府萧世子回京了，也还没娶亲呢。萧景渊整天拉着个脸像谁欠他钱，又坏又抠。月月，我跟你说，他有隐疾，他不行。我有隐疾？我有什么隐疾？他行是行，他好男风。他把送醒酒汤的小厮按床上了，专挑没长开的，那叫一个粗暴，把人家小厮蹂躏的遍体鳞伤。到底是谁遍体鳞伤？是谁被蹂躏？那小厮如何了？不堪受辱呗。一大早趁他没醒，拿包袱跑路了。哎，他在边关没女人，用习惯了呗。他喜欢男人这事儿，虽然不理解，但我们尊重。好，很好。看来我很有必要让你亲身体验一下，我到底喜欢什么。月月，咱们走吧，万一太子提前回来。海棠，我昨晚梦到咱们以前钻狗洞分烧鸡了，那时候活得真难啊。别哭，以前你们护我，从今以后换我护你们。玉贵妃把咱们当棋子，事到如今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这次我要砸了他的棋盘。顾家3代为相，门生遍布。太子虽有魏国公府，可那是武将，在朝堂权谋里，如何敌得过顾家的文官集团？对了，若因婆家想夺他嫁妆管家权，天不亮就让他立规矩，变着法折腾你。这个死老太婆欺人太甚，住着若因陪嫁的大宅子，还敢给她摆婆婆的家，祖坟冒青烟娶了太傅嫡女，不好好当祖宗供着，穷乡僻壤出刁民，我呸！这穆家小姐比军中的猛气还要剽悍。私会情郎，分明是那穷书人蓄意为之，毁了若因名声，逼她下嫁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那怎么办？咱们就看着若因被那对母子搓磨，心不死道不生，只有等她自己受尽委屈，看清那张虚伪的脸，我们才能出手。这书生是顾相的人，他们想毁了太子和沈家的联姻。好，那我就偏要站在太子身后。海棠，你帮太子哥哥，该不会是对我三哥因爱生恨吧？因爱生恨，他宇文锦也配？我帮太子不是小情小爱，
而是家国大义。因为除了他，东陈国再没第二个能担干的人。玉贵妃权倾后宫，差点把皇上算计的断子绝孙，别的嫔妃都成了不下蛋的母鸡。这等后宫绝密也是我能听的，我要没命了。雍王有顾家文臣，老四带20万大军驻守南疆，太子有武将支持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内忧外患。这局棋我入定了。将门虎女竟有如此眼界，这等女子，这皇位谁都能做，可这皇帝却不是谁都能当。宇文瑾由玉贵妃教养，满腹阴谋诡计。若他上位，顾家外戚专权，这天下是姓宇文还是姓顾？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国力已是强弩之末，北狄休养养息3年，新太子骁勇善战，要不了多久，北狄必反。萧景渊还得披甲重回漠北战场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可顾向3代为官，树大根深，怎么拔？太子的人太直，玩不了阳的，那就玩阴的。既然顾家那么喜欢权力，就让皇上赐婚，让他儿子上公主。好毒的计策！上公主，那他不是成了驸马？有何不同？本朝律例，驸马不得担要职，拔去实权，断绝顾家与其他世家的联姻。一箭3雕，政治阉官，此女若能为朕所用，我想找个家境殷实、没爹没娘、进门我说了算的。要是再能命短些就更好了，直接继承万贯家产。海棠，还真有这么个人，东陈第1皇商之子，行走的国库商榷。商贾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商贾，快说他多大，婚配没？游方道士说他活不过23，他爹在江南不管事儿，他常年满世界跑生意，没不管束，空中飞人，简直为我量身定做。你见都没见过人家，难不成自己凑上去？你追了我3哥3年都没勾到手呢。你记住，只要我想，这世上就没有我勾不到的男人。狗血！你当我是死人吗？海棠，你太逗了。屏风后面有人。狗男人在里面，那我刚才骂他不行的话，岂不是？丫头，你俩都进来。朕竟不知你在穆家过得如此委屈，朕准你生辰之后回将军府，你若后悔，朕此刻便为你和太子赐婚。陛下，她嫁不得太子，臣心仪之人正是穆海棠，请陛下为臣赐婚。你抽什么风？死太监娶我回去当摆设吗？陛下千万别听他的，他纯粹是因为我说了他坏话，他想折磨我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穆海棠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嫁是不嫁？我不嫁。太子殿下商公子，你们俩小心点儿，他喜欢细皮嫩肉的男人，你们别被他拉上床了。萧景渊，你有病吧？恶心死人了！现在你还觉得我不行吗？陛下，若一女子与男子有了肌肤之亲、夫妻之实，是否该驾驭他？自然。那晚义装成小厮送了下了药的醒酒汤，与臣春风一度的，正是穆小姐。到马了，稳住！只要我死不承认，谁能拿我怎样？萧世子，我若真给你下药，也是下砒霜，让你永远闭嘴。景渊，穆小姐所言有理，会不会是你认错了？毕竟不可能，她身上那股酒脸茉莉花香，臣不会忘。你个死变态，刚抱着我啃了半天，闻不到我身上的味道才怪。所以，臣必须娶她。谁跟你有肌肤之亲了？刚刚是你强迫我的，这能算吗？我一个深闺女子，如何穿街过巷去你卧房？那等下三滥的药我从何得来？全上京谁不知萧世子伤了根本不能人道？我脑子有病，去引诱一个压根不是男人的男人。穆海棠，景渊，你若拿不出铁证，日后休要再提。丫头，他若真拿出铁证，你当如何？他若拿出铁证，我嫁；他若拿不出，就让他跪下喊我3声姑奶奶。我错了，别跟我这狗男人计较。穆海棠，你就等着做我的世子夫人吧。他锁骨下方心口处有一枚红色的胎记。怎么可能？我从未让任何人见过那里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下百口莫辩了。你既与我有过牵扯，便想一走了之，
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个21岁的大男人，发没发生那事儿你自己不知道？海棠，你笑什么？世子爷，那碗药真不是我下的。我点住你的诀道后，你跟死人一样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手工室还在，那晚什么都没发生。既然没发生，那就强行发生过。就算没到最后一步，前面那些就不算肌肤之亲了。我隔着裤子掐了你几下，算哪门子肌肤之亲？隔着裤子也是摸，你还咬了我，看了我半身子，你不负责，我岂不是被你白看了？火焰王竟然在碰瓷！陛下，穆小姐看了臣，摸了臣，臣娶她娶定了。慢着，你非要娶我是吧？行，不过我刚才的择夫标准你也听见了，既然你非要娶，那丑话说在前头，我有什么要求，你可得受着。你想说什么，尽管开口。第一，我不做金丝雀，我要出门做生意。第二，绝不能纳妾，我有洁癖。第三，我不受婆母搓磨。第四，3年内绝不生子。聘礼要厚，万一你去打仗回不来，我得有银子改嫁。你敢？我不纳妾，随你出门，但只有2条：第一，不准造反；第二，守好你的妇道。敢出去勾男人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一辈子老是在床上待着。靠，这都不退婚，这人是受虐狂吗？臣心意已决，请陛下即刻赐婚。等等，陛下，臣女快生辰了，等生辰礼之后再赐婚也不迟。这几天也让萧世子再好好想想，千万莫要冲动。也罢，丫头，你的生辰礼，朕着人在宫中为你操办。丫头，顾嫣之上了公主，大理寺少卿的闲职动不了顾家的根基，你可还有法子断其臂膀？戏演完了，该亮底牌了。世人皆知我是个蠢笨，可我装傻充愣，委曲求全，不照样差点把命丢了。若不露出獠牙，便是待宰羔羊。唯有想要护着的人，唯有争才能赢。若顾家势大，边关战事起，他们定会为党争而舍弃城池。只有尸山血海里滚过的人，才懂寸土不让。丫头，你若为男儿，必能封侯拜相。做官多累啊！若不是为了父兄，我早就在树下躺着当咸鱼了。何为咸鱼？就是躺平，想睡到几点睡几点，让自己放松。陛下是一代明君，放松了才能延年益寿，为苍生谋福祉啊！你这丫头有意思。臣女告退，回去定当好好思忖对付顾家的法子。一会儿鬼精鬼精，一会儿又蠢得要命，走个路都走不好。上车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方才在殿上不是还伶牙俐齿吗？萧景阳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会如此，失了分寸？神经病吧！突然抱我，又把我推下来。过来。过你妈！神经病！停车！我要下去。你自己管不住你自己，把我推下来还有理了？没羞没臊，还没娶我就欺负我，我不嫁了。起不起来，再赖着，我可要动手了。我不，谁让你推我的？靠！你放开我！我可没乱动啊！你不要脸！靠！这死变态笑起来怎么这么帅？老天爷，这还是在战场上闻风丧胆的冷面杀神吗？世子爷这手段也太糙了，人家姑娘喜欢端方君子，他怎如此急色？这狗男人笑起来怎么这么要命？你刚才不是说我管不住自己吗？今后他归你管了。啊！你又要干嘛？哟，穆小姐不是向来胆大妄为，如今也知道怕。疼，你轻点儿。娇气。这男人专注起来的样子，还真是绝色。怎么，见了哪个人都拿这双大眼睛直勾勾盯着？我蠢笨不堪，不懂规矩，
世子爷可得好好掂量，何苦非要娶我？拿回去早晚涂抹。饿了吗？带你去逸仙楼用午膳。不饿，男女7岁不同席。风侍卫，天这么热，多谢你送我回来啦。穆小姐折煞属下了。他在跟谁道谢？对我冷若冰霜，对个侍卫笑颜如花。嘿，说那个死丫头到底去哪儿了？动我的人，你找死！放开我！来人！体会一下垂死挣扎的滋味吧。住手！我的青儿！我就宣扬你打杀下人，忤逆长辈，看谁还敢娶你！你敢传，我就传你私通小厮，暗勾表哥。你血口喷人，敢毁我名声！对付你们，就得用下作手段，尽管是。来人，把这个忤逆不孝的孽障给我拿下，往死里打！动我一下试试。想知道我今早去哪儿了吗？我进宫面圣了，圣上已应允，待我生辰之后，即刻搬回镇国将军府。原以为大伯是个草包，不想竟是扮猪吃虎的行家。玩了一辈子鹰，倒叫鹰啄了眼。你既不蠢，为何从未向你父兄求救？求救？我爹手握东城50万重兵，哪个帝王能睡得安稳？我若过得舒坦，皇上才要猜忌。我一个人扛下折磨，换我父兄平安，这笔账划算。你我同宗，撕破脸，我穆家也不是任人拿捏的。既然说到这份上，各凭本事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还有几日就是他的生辰礼，他又在耍什么把戏？绣得如此粗糙，看在你对本王如此用心的份上，本王就不生你的气了。我不服，他凭什么？爹不替我出头，定是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。蠢货，一个是市井泼妇，一个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，我穆家危矣！无知蠢妇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他什么身份？真把他弄死，全家都得给他垫棺材。那位贵人在暗处布了这么多年的局，他穆海棠生来就是要做雍王妃的，由不得他自己做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赐顾燕之上昭华公主为驸马都尉，钦此。诏曰：公公是不是弄错了？犬子与王家早有婚约，且玉贵妃娘娘……夫人这话蹊跷，在您眼里，贵妃娘娘的懿旨比圣上的圣旨还重。臣不敢，臣接旨谢陛下隆恩。公公，这赐婚……公主吉哈落泪，说心悦令郎已久，陛下爱女心切，自然是天赐良缘啊。断我顾家100年根基，竟是因为这等荒唐缘由。这丫头睡觉怎如此不守规矩？海棠，开门。大哥，深夜闯我闺房，与理不合吧？海棠，我听闻你同爹娘吵起来了。劳大哥挂心，我好得很，请回吧。你当真要嫁给雍王？你随我走吧。我虽只是8品主簿，但必拿你当掌心猪疼。瘦得跟个白产鸡似的。死女人，对我下手那么狠，对她倒是好脾气，还听她废话。跟你走，有违纲常。你读的圣贤书都抛脑后了，不知廉耻。你知道为何以前婉清欺负你，我从不阻止吗？因为只有你被欺负后，才会依赖我，喊我哥哥。那样的你太让我在意。这般扭曲，太令人不齿。海棠，我会对你好。萧景渊，你怎么在我屋里？谁让你来的？闺中安静，也无丫鬟守夜，行事这般不知避嫌。我本就穿着寝衣歇息，此事与你无关。若无我及时赶来，你可知会陷入何等险境？再敢让男人这么盯着看，你就打断我的腿是吧，大哥？这台词我都要听腻了，装什么正经人？那晚不知道是谁抱着我又亲又啃的。我早前便叮嘱过你，不许用这般神色打量旁人。凭什么管束我？我本就随性自在，偏不轻从。
哈哈，萧景渊，你居然流鼻血了！堂堂国姑世子，竟被撩拨的流鼻血，脸都丢尽了。世子爷真实情的可爱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你方才说心悦我。嗨，风侍卫。穆小姐，见我甩冷脸，见他笑得像朵花。你想怎么处置他？他喝多了，送回他院子呗。这般拙劣的伪装，罢了，我替你当着指导人，把他弄到穆婉清房里，喂下他自己带来的药。杀人诛心，他竟比我还要狠。世子，全天下最英明、最潇洒、最好的未婚夫。这小没良心的，果然是个睚眦必报的性子，正合我意。照我说的做，把人弄走。是。过来，坐下。给我的？世子大半夜还想着给我送吃的，怎知我饿了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世子以前也常大半夜给江小姐送点心。吃不吃？不吃我拿回去喂狗。这也太绝了吧，比现代流水线强100倍。他是多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？连吃块点心都10张1000两面值，整整1万两，给我的。要这1万两做什么？你一个女子，别总像那日似的坐地上讨银子。嫌我掉价，给我银子就想管我，做梦！这属泡上的女人，我不过过问了1句，她顶我10句。我萧景渊的女人，娶得起便养得起。那日你找宇文锦要的5000两，我会派人还给他。这花我不问了，往后缺银子跟我说，旁人的钱1分都不许碰。小男人还挺大男子主义的，不过老娘喜欢1万两买一个吻，1000两一口还要。行了吧？按1000两一口算，我亲的只多不少。没脸见人了，丢死人了！你快走！我竟不知你这般心急，我们便早些把婚事办了。不行，我等到生成礼后再回去。我娘留的嫁妆还在他们手里，我得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幕府不能住了，明日我便请旨让你搬回将军府。这几日我会让风姐来送饭，幕府的东西一概别碰。这就开始替我做主了？不是说成亲后家里我说了算？你也说了是成亲后，成亲后自然都听你的。这狗男人居然学会钻空子了！大小姐，喝了这碗安神汤，睡一觉吧。嬷嬷，今儿这药怎么这么苦？药材放得足，老奴去给您拿2颗蜜饯压压。清白毁了又如何？只要瞒天过海，我照样要做雍王府的侧妃。自作孽不可活，这瓜真甜。穆小姐，主子命属下来送吃食和上药。劳烦风侍卫了，那药极好用，替我多谢你们世子。穆小姐这般气度，难怪世子也铁了心要去。萧世子比雍王好太多了，送吃食还求陛下让您回将军府。傻丫头，一顿虾饺就把你收买了。对了，小姐，昨儿给您洗红衣，在腰桃夹层里摸出这张100两的银票，多少？在哪儿找着的？衣服腰膛的夹层里啊，藏得可深了。真是我的错，我真冤枉那个二世祖了。萧景渊早就知道，还赔了我钱。小姐这么说，我们冤枉萧二公子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就当这钱丢了。哼，往后我还得帮萧家挡灾，说不定还得救那狗男人的命。这100两全在先收的利息了。母妃也知道了，我就说父皇最疼我，我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。谁准你去的？不是母妃说舅舅位高权重，我哭着求父皇赐婚燕之哥哥，父皇就心软硬了。母妃，你
你打我！这么大的事，你竟敢不跟我商量？你可知，昨晚你舅舅得知此事，气得已经病倒了。原来一直阻拦我嫁人的是母妃你而非父皇。圣旨已下，这辈子不管你怎么反对，我都要定叶之哥哥了。小哥，想看点什么料子？去告诉掌柜的，我要见你们夫人。您稍等。这位公子说是我想见的人。左夫人不必看了，我换了男装出来，图个方便。穆小姐，多谢您昨日在东宫替我出头，只是我实在想不起你我何时有过交集。当年大雪天，城南小院外，您救活的那个快冻僵的小丫头，如今长大了，来护您周全。当年那个孩子，竟是你！左大人把那小妾禁足，说是交给夫人处置，夫人作何打算？日子总要过下去，若驳了他的面子，怕是又要生嫌隙。夫人，这碎了的茶盏，就算找天下最好的工匠修补，还能恢复如初吗？破镜难圆，修得再好，也不是当初那个。还要一夜丈母到何时？男人今天小红，明天小绿，凭什么男人能三妻四妾，女人就得三从四德？左长青没你寸步难行，你需要靠他活着吗？你叫陈心如，你该做回你自己。伙计，取上好的桃花酿来，我要与穆小姐共饮。干杯！为那句与其扶他凌云志，不如自挣万两金。自古万难靠不住，唯有银票得我心。陈姐姐，这酒真不错，哪家酒馆酿的？不是酒馆，是我那朋友醉红楼的掌事红姐送的。吓着了，她虽在风月场，却是个重情义的。我是想到法子替你收拾那恶妾了，打她20板杖扔去庄子。你去红姐那儿寻一副绝嗣药，掺在十全大补汤里喂她喝下，以绝后患。这法子甚得我心。那个能搅弄朝局的柳思思还没露面吗？听说了没？穆家大少爷昨夜喝醉，竟跑进了亲妹妹的闺房。这流言传得比我想象中还快。穆怀仁，这大礼你慢慢受吧。跟萧景洲那个活阎王比，这二世族真是个骚包。看到没？小爷这张脸就是招人稀罕，连小公子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萧二，这小公子毛都没长齐就敢来叫访司，怕是来长见识的。小屁啊！要不是为了阻断你未来的情节，老娘才不来这破地方。诸位公子，咱们教坊司新来的绝色琵琶女柳思思姑娘将正式登台献艺。萧世子奉命搜捕北地细作，所有人不许动。靠！萧景渊这瘟神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鬼鬼祟祟的，你就是那细作吧？当姑奶奶的道，睡你的觉去吧。进别人的笼子，连门都不敲。全屋内里，竟全是死尸搏命的杀招。大哥，我认栽，放我走，银子随你开。女人想拿银子为打发镇抚司，晚了。滚出来！哟，萧世子好大的威风，搜捕细役搜到我镇抚司的头上来了。让开！里面藏了什么人？还能是什么人？萧世子清心寡欲，还不许我任某人寻欢作乐了？刺客已落网，给你半个时辰镇抚司地牢见，否则这指挥使的位子准备换人坐。靠！这个阴阳人来真的。看你人平平无奇，身段倒是不错。下回装男人，记得装得像一点。臭男人，你敢动我试试？大人，萧世子在府门外候着，等您去镇抚司。阴魂不散。哼，真以为铁链能锁住姑奶奶？
送你个大礼。小姐，您一夜未归，风侍卫来送饭，我们实在瞒不住，就告诉他了。他说萧世子马上就来。靠，萧景渊要来！把我身上这套烧了，锦绣，快听着，一会儿萧景渊来了，你们就咬死我一早就不在房里。如果他问我去哪儿了，你们就说，我这些年除了在家，最常去的就是雍王府。你家小姐昨晚几时睡的？亥时、戌时。床铺乱的刻意，这分明是自己跑了，还叫丫鬟做伪证。昨晚城里很不安全，你们若不说实话，你们小姐就会多一分危险。世子，我们小姐有可能是去找您了。回府。是。走路不长眼啊！冤家路窄，古代没有彩票，不然这运气稳中500万。我就咬死昨晚来找他，等得太快睡着了。对，他绝对联想不到教坊司。怕个毛线，大不了翻脸，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搞什么？不喊我就一直盯着我看。你昨夜去哪儿了？跟谁在一起？怎么一夜没回来？既然咱俩什么都不是，你穿成这样躺在我的床上，是何道理？我就是想看看，冷面煞神的心是不是也是冷的。别闹！景渊在屋里吗？我去，你妈来了！方才胆大包天，现在倒吓成这样。母亲怎么亲自来了？表哥，这是福儿特意给你炖的参汤。多谢，我不喝这些。绿茶表妹，真是不放过任何机会。5日后佛光寺祈福，长公主与平阳县主都会去，你必须随我去。哟吼，活阎王被逼着去相亲了。母亲，儿子公务繁杂，实在去不了。就这么定了，你若敢不去，我便进宫去问皇上。出来吧，出来吧。佛光深寺，天赦日，世子这是要去相亲啊？胡说什么？我何时说要去？你别多想，答应你的事，我绝不食言。我不会去。你不去我去，万一有比你更合适的世家公子，我可得重新掂量掂量。你敢？你还没死呢，就想红杏出墙？哎呀，逗你呢，我是真想去沾沾香气气，顺便给父兄求道平安符。到时候再说吧。既然你觉得闷，今日我倒也无事，不如带你出去散散心。不去了，你昨晚一夜没睡，还是睡会儿吧。你怎知我一夜没睡？方才咱俩抱在一起时，我闻见你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儿。不碍事，你先在这儿坐着，我去洗漱换身衣裳。萧景渊的命必须保住，我得尽快聚拢将军府旧部，招兵买马。小姐，前院闹翻天了，大小姐和大少爷的事儿，全上京城都传遍了。老天开眼，那老太婆呢？老夫人活活气中风了，瘫在床上口眼歪斜。不用管他们死活，收拾细软，没用的全砸了。圣旨一到，咱们就走。特准穆海棠即刻归返镇国将军府，令幕府代长之嫁妆3日内清点齐备，悉数归还，不得有误。臣女领旨，谢主隆恩。小贵人使不得，萧世子都交代了，定护您周全。3日后，咱家亲自来给您撑腰清点。这狗男人，事儿办得还真妥策。那晚是你做的手脚，对不对？你房里藏了男人。你这白日梦做的未免太沉了些。你自己做下那等禽兽不如的丑事，倒来攀扯我。我能操控你的腿，还是勾了你的魂？收起你那肮脏心思，滚开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是
是你害我失去一切，你休想风光嫁人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金蝉脱壳，好得很！封锁城门，便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！怎么，这旗下的魂部首摄，真对那穆家丫头动凡心了？孤原以为你拦着婚事，只是为了断老三的助力，把他当颗棋子，谁成想啊，铁树竟开花了！哼，殿下，臣还不至于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。早知他藏庄这么多年，性子这般有趣，这太子妃之位，孤是非他不可的。殿下想得到美，人家根本不稀罕你的太子妃之位。孤看上他，他敢抗旨？他敢一把火烧了你这东宫。再说，你为何迟迟不立正妃？还不是因为身子不行。上官老爷子说过，殿下你中了毒，1个月只能在初一15圆房。立了正妃，岂不露馅儿？萧景元，你放屁！孤是中毒，又不是太监，你还好意思说孤？谁在女人方面最没经验？是不是尝到滋味，魂儿都没了？你呀，藏着掖着做什么？不过老三和顾家吃了大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得盯紧了。他们没机会了，人我取定了。你倒是霸气，可人家提的条件不准纳妾，连通房都不能有。全上京也就你肯应这种丧权辱国的要求。翅膀是你给安的，底气是你给的，这性子野起来，以后有你头疼的时候。头疼吗？我乐意。丫头，常回来看看。大小姐，老奴来接您回家了。小姐别怪将军，他为了守住边关，为了不让皇上猜忌，心里比谁都苦啊。爹，您放心，这局重开，我定护我们将军府周全。小姐，这才是您该住的地方，再也不用窝在偏院受委屈了。穆管家，让府里所有人前厅集合，都把头给我抬起来。我回来了，往后无论走到哪儿，都给我拿出镇国将军府的威风，断不能让人欺负了去。唉，这将军府气派是气派，就是爹把钱都贴补军饷了，府里穷得叮当响。不行，马上要搅弄上京风云，没钱寸步难行。锦绣，备车。小姐去哪儿啊？去绫罗坊找陈姐姐搞钱。这是哪家仙子下凡了？去告诉掌柜，我姓穆，来见你们夫人。那小妾害你儿子，你打20板子送去庄子就完事儿了？放过，自然不会。左长音不敢去庄子看他，这空档我自然要好好照拂他。夫人，镇国将军府穆小姐来了。镇国将军的嫡女，怎会愿与我这等身份的人结交？红姐，早听陈姐姐说起你，今日一见，咱们果然一见如故。快坐。陈姐姐，我回将军府没带旧衣服，想做2套新下衫，还有府里下人的衣裳，劳烦你包了。跟我还谈钱？穆小姐收着吧，以后缺银子跟红姐说，我别的没有，就是银子多。红姐，我打听个事儿，教坊司新来的那个弹琵琶的官妓，你听说了吗？你一个小丫头打听风月场的事干什么？那琵琶女把上京的世家公子都迷疯了，连我们的生意都抢了。原来是抢生意的同行啊！萧景逸那个麻烦有解了，不就是弹琵琶吗？我认识一位姑娘，弹的曲子全是自己谱的，咱们把场子砸回来，只卖艺，初一15限量登台，这规矩绝了，酬劳按头牌算。穆小姐，这事儿当真？自然，明日下午我就让她去醉红楼。靠，我之前怎么没想通？压着柳丝丝，不让那女人攀上萧景玉不就行了？不就是弹琵琶，前世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过目不忘，还能压不过她那点靡靡之香？顺便换个马甲搞钱，简直一石二鸟。滚滚滚！没人管的野孩子是不是？伯伯，求您抓点药吧，我祖母撑不下去了，我给您干活抵债。他一个孩子，值得掌柜发这么大火？哎呦，贵人，小店药材齐全，您随便挑。看你这草菅人命的做派，
谁敢买你家的药，心都得喝成黑的。别怕，我带你去抓药。刘伯，去上京最大的药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祖母得的是什么病？姐姐，你是神仙姐姐吗？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好看的人。你这小家伙嘴倒挺甜。我爹去边关打仗3年了，我娘病死，祖母也咳得喘不上气。别怕，你爹在保家卫国，你的家人我来救。小姐见谅，天已擦黑，按规矩，大夫们入夜不出诊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出10倍诊金，去请。何事喧哗？我去，古代果然盛产美男，这气质也太仙了吧！这位小姐，广济堂入夜不出诊，确是老例，恐夜里诊病不周，误了病人。公子懂医，老人咳中带血，危在旦夕。规矩是死的，人命是活的，还请公子通融。富贵千金，竟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乞儿如此费心。罢了，既是急症，我随你去看看。多谢公子。带路吧。欠债还钱，今天连本带利30两，少一个子儿，拿你妹妹抵债。救我！放开他！借5两要30两，你们这是抢劫！住手！哟，哪儿来的天仙，敢管你赖二爷的闲事儿？跟哥哥回去。再敢放印子钱，强抢民女，我亲手送你去见阎王。这是本金连本带利，拿着钱，带着你的人滚！你都会些什么？我哥会读书，会画画。在下还会算账。成交，我家正缺个账房先生。小姐的意思是要我卖身为奴？想什么呢？按月开钱，来去自由，不耽误你科考，还给你老娘治病。宁折不弯是好事，但饭都吃不上，还谈什么骨气？先活下来，才有底气谈将来。老夫人肺腑虚损，除了汤药，还需温补吃食，慢慢调理。拿着买米面，别一次全拿出来，招眼。女子的贴身荷包，怎能如此不避讳的送人？若被有心人拿去，上官公子，好了没啊？来了，方才清点药材耽搁了。神仙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爹其实在边关当兵，只是上个月饷银没寄到，我怕你不救我们才撒谎的。不怪你，好好照顾祖母，姐姐改日再来看你。方才伙计管你叫少爷，难不成你是广济堂入赘的少东家？家父是创始人，我只管坐诊，说是算是，倒也贴切。我叫穆海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是可以，姑娘家怎能主动伸手？夜里风大，手有点僵，活动活动。穆海棠，你是？对，我就是你知道的那个穆海棠。传闻中的草包美人，竟是这般通透磊落的女子。拿着，这是今夜的诊金和明日的药钱。既如此，在下便收下了。明日广济堂候着。镇国将军府，今日救我们的竟是穆大将军的千金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怎的才回来？老奴放心不下呀。穆爷爷，这位是秦公子，先收拾个僻静院子安顿，再让厨房做些热乎饭菜。此等大恩，秦昭粉碎骨难报。2个时辰了，这是把将军府的门槛当摆设了。小姐回来了，累死老娘了！这破马车差点把我颠散架，好怀念踩油门的日子。这狗男人怎么跟牛皮糖一样阴魂不散？大半夜不睡觉来这当制冷器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，我要是不来，恐怕还不知你比我这上旨理事的还忙。你能不能别一看见我就摆张臭脸？我一整天的好心情都被你破坏了。穆海棠，我在这饿着肚子等了你2个时辰，就为了让你看我这张破坏你好心情的臭脸。那谁让你等我了？你不会先吃饭睡觉吗？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过来。我才不过去，
我怕某人打断我的腿。莲心，去厨房把热好的饭菜端来，拿2副碗筷。过来。过去就过去。刚回将军府就满上京乱跑，这么不听话，我是不是该好好收拾你？不管你，让你大半夜在外头晃荡，非要出事了才甘心是不是？必须告诉我晚上去何处了。若不是顾及你的名声，我早带人去雍王府搜了。我不过是去陈姐姐那儿做了2套衣服，回来的路上顺手帮了一对落难的母子。你是说，你往府里捡了个男人回来？什么叫捡？人家是新招的账房先生，是个正经读书人。怎么，这还护上了？你讲点道理，难不成我跟谁说话都有别的心思？顺手帮一把可以，带回府里就不必了。将军府不是收容所。小姐，厨房把饭菜热好了。吃饭别东张西望。吃你的，别管我。我明日要出公差，顺利的话3、4天回，凤姐留给你。你走的这几天，我肯定老老实实待着。老实待着，我信你才怪。快吃，菜凉了。老大，全城盘查了，没见着那女人。萧世子明日出城查细踪。继续找，教坊司那边给我盯死了。穆爷爷，给秦公子备间书房，让他先做账房先生。秦母的汤药费从我账上走。天热，给下人们多熬些绿豆汤，备些遮阳草帽，千万别省着。老奴替全府上下谢过大小姐。红姐，教坊司人多，那我们就限量，今夜只设30席，凭银牌入内，明码标价，让伙计拿着银牌专门去截胡那些爱面子的公子哥。海棠，这事若成了，定给你分红，只怕你嫌我这青楼的银子不干净。红姐，你凭本事吃饭，还给走投无路的女子一个安身之所，哪里不干净了？海棠，从今往后，我和心如拿你当亲妹妹。再印制精美纸片，发去茶楼书院，对出曲中对子者，赏银200两，还能抵门票。这发纸片和送银牌管用吗？白给的机会还能挣200两，是个人都会去。别客气，我再给你们讲讲什么叫会员制，免排队送桃花酿抹零头，给足他们用钱都买不到的特权。告诉他们，云上姑娘就今晚来，这份稀奇才最勾人。红姐去忙吧，人多注意防踩踏。陈姐姐，随我去拿几套成衣。上官公子。穆小姐，我以为你下午才来。给那孩子的东西。对了，这金线帘喜湿怕燥，它最忌强光直射，需放于树荫或挂了纱帘的室内，避光养护。他一个神贵千金，竟懂这南罕见药草的习性。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慢走。风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世子吩咐，属下必须贴身保护小姐。萧景渊这狗男人，人走了还阴魂不散，派人监视我。随便你，我逛累了，要睡到日落西山。你愿意烤太阳就等着吧。论翻墙技术，还得是你海棠哥。走了。是他，我就说，没出城怎么可能平白消失？又让他跑了。你就是海棠说的那位朋友？红姐莫怪，穿男装只为行事方便些。哎呦，是我糊涂。楼里达官显贵多，姑娘登台只管弹曲，万不可搭话招惹他们。姑娘瞧这布局如何？咱们去看看戏台子。红姐，侧幕换成月白色行绸绣书梅，灯光一打更有剪影的意味。唱悲戏燃青灯，映出凉意；唱欢戏换暖菊琉璃灯，灯光要明暗相交。最重要的是备松脂、沉香，还有大冰盆和温水。
准备这些做甚？难不成要在台上焚香？是造物，让烟配合冰盆的水汽从台板缝隙释出。让我们进去，站角落里也行啊！满了，真挤不下了。怎么，连贵宾席也满了？哎呦，魏国公府萧二少爷，没谁的也得有您的啊！快请进。大冤种上钩了，姐姐为了斩断你的情结，可是费了老劲儿了。靠，怎么是他？这等千古绝句，这云上姑娘就是何等才情！这云上姑娘倒真有点意思。人为造物，这醉红楼背后的高人手段真是层出不穷。云上仙子，拿捏古人，轻轻松松。哭什么？封后全被对面抢，还端什么清高的架子？明日起，乖乖给老子接客！云上仙子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我绝不放过你！海棠，你没瞧见，醉红楼后巷都挤满了，叫访丝来打探的人脸都绿了。云姑娘那7成我替她收了，你这3成拿回去，当我是什么人？以后算海棠1成干股，年底分红便是。咱们姐妹不说外道话。靠自己挣的第1桶金，和别人给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爽！刘伯，城东八珍斋，快停车！姑娘，来点什么？酱鸭、鸭翅、酱牛肉，每样拼一点，拼50份，一样来50份。50份？您办宴席啊？带回府里给下人们分分，尝个鲜。完犊子，答应给上官恒的金线莲培育指南我给忘了。阿吉，把旁边的铲子拿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上官公子，我不是阿吉，好在不耽误递铲子。穆小姐，怎么是你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有些意外。忘了给你送金线兰的方子，特意带了八珍斋的卤味和桃花酿来赔罪。这酒清甜不烈，我瞧着像你这样的白面书生，大约会喜欢。白面书生？哎呀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别是晒中暑了，快进屋凉快凉快吧。好，穆小姐费心了。过几日若得空，我们同去看看焕儿祖孙。穆小姐，您是菩萨转世，我们无以为报啊！小姐大恩，并不需账房，我们母子不能在此白吃白住，待母亲好些便走。谁说没事做？下午宫里会把我的嫁妆送回来，你得替我一笔笔核对，列出名目。姐姐，我也不白吃闲饭，我明日去你院子给你洗衣服。洗什么衣服？我是女孩子，不能科考，读书有什么用？女孩子才更该读书，读了书你才知道，天地不止这一方院子，日子不止柴米油盐。读了书你才懂得，女子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不靠旁人，单靠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好。小姐大恩，请邀他日必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穆爷爷派人带足盘缠去燕州，找一个人霍强。霍首领，他当年被将军逐出军营，让他来上京，就说我爹要见他，我自有大用。铁匠老周打造的兵器比兵器坊还利，门房老李过目不忘，张厨子懂药膳调理。我操！我以为我接手的是破产国企，结果全是 SRR 级扫地僧。这破毛笔太软了，要是有支2B 铅笔就好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有了兵器，我才算有了真正的底牌。走，穆爷爷，带我去见周老。
大小姐，这大热的天，有事差人叫老汉过去便是。周老，不绕弯子，我想劳烦您帮我打2件趁手的兵器，一把子母匕首，刀柄射机关，用力一按，能从根部再弹出一把小刃，要削铁如泥。小姐这图纸巧夺天工，我们一定给您做出来。天热，别累着。锦绣，让厨房多熬些凉茶送来。是。萧世子，快开城门！不是说明日回，怎连夜赶回来了？刺客招了？没有，就地审了，免得带回京走漏风声。对了，明日玉贵妃去佛光寺进香，老三带着京畿卫亲自护送，说是防刺客。明日那丫头也要去佛光寺，要是让她见到宇文杰，不行，我也得去。你不在的这几天，京里出了个云上仙子，琵琶绝技，绝对的才女，连景玉都去看过了。这混账东西，皮又紧了。哎，你这般巨耐。世子，属下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。真好啊，原主有这么疼他的爹娘，可我的家在哪儿呢？酒量这么浅，还敢一个人喝？哟，帅哥，长得挺带劲啊！哎呀，还挺结实，在哪家健身房撸的铁啊？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现在不流行小奶狗，改流行你这种硬汉风了。说吧，包你1碗多少钱？穆海棠，你再说一遍。你萧景渊，长本事了，半夜不着家，原来是去光顾什么夜色找男人了。不是的，我喝多了胡说八道，我没去找男人。你我婚事作罢，往后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管。靠！发什么神经？分就分，老娘还不稀罕那么早结婚呢。不让我纳妾，自己倒想在外面找男人，还嫌我管他。穆海棠，你休想！你一个贱妾也配去祈福？安分守鸡，在后院待着。夫人若容不下，我们母女留在寺中清修便是。这大清早的吵闹什么？往后谁敢对府中旧事妄加议论，杖毙！起来，一同去。往后李府的话不可再说，免得落人口实。都过了辰时了，那死丫头还在赌气不来，不来才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哟，这是哪家落魄官的马车？小姐，佛光寺到了。传这么招摇来给谁看？我当是谁？镇国将军乃1品大员，怎么马车寒酸的像8品小官？失敬啊！我爹在边关戍边，军饷吃紧，哪像你爹掌管户部钱粮。全上京谁不知苏府连谭咪都是纯金的，国库装不下的银子，没少往你家搬吧？你胡说八道！谁家地下铺金砖了？苏三小姐，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，你可悠着点儿，别嘎嘣一下人没了。你，穆小姐来祈福，穿得这般娇艳，怕是多有不妥吧？劳县主费心，我父兄皆在边关浴血奋战，祥瑞以红为照，我穿红是为他们祈求凯旋，难道要我穿一身枉素，触我父兄的眉头吗？靠！前夫哥加上死太监，各路神仙全凑齐了，这趟浑水怕是躲不过了。他竟不敢看本王！贵妃娘娘驾到！参见贵妃娘娘。海棠，怎的站那么远？来到本宫身边来。臣女穆海棠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过几日的生辰宴，本宫在宫里亲自为你操办，定不委屈了你。谢贵妃娘娘恩典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
鸿门宴是吧？老娘接了。老天爷，这念经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腿都要废了。这一个个的，真能坐得住。佛祖保佑，戏女不求姻缘，只求这辈子有花不完的银子。算了，不能既要又要，搞钱最要紧。你走开，别再跟着我！天儿，你等等娘啊！任天野，这妇人不是萧景琰他爹的妾室云姨娘吗？天儿，娘当年也是身不由己。你不容易，为了跟魏国公双宿双飞，你抛夫弃子的时候想过我容不容易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亲爹被你逼疯了，他把我当成你，天天往死里打，府里下人骂我是野种。这大男人哭得也太惨了，怎么还不走？是个顶尖高手。一个大男人哭花脸，等会儿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欺负你。镇国将军府那个花痴大小姐，她竟敢……哼，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要本王亲手把你拽出来？冲我来的，待着别动。雍王殿下不在听经，跑这儿来做甚？穆海棠，你到底要跟我闹脾气闹到什么时候？为何这些天都不来找我？放手！你前些日子信里还说想摸我的手，说会求你父亲上诏赐婚。这就是传闻中那个痴缠雍王的蠢货，这眼神分明是恨不得杀了他。我爹说了，我一个姑娘家上赶着提亲，简直不知廉耻。你不是说你会想办法让他答应吗？还有那些信，写信有什么用？你又不看。爹爹让我趁早死了这条心，所以海棠今日当着佛祖的面，郑重向殿下道歉。过去3年是我不知轻重，愿殿下遇良人，余生皆顺累。海棠放下了，搞定，完美退场。萧景瑗，你放开！被人撞见我还怎么找如意郎君？如意郎君，你方才在里面跟他低眉笑眼，跟我就是鼻子不是眼睛。要你管！昨晚是你自己说婚事作罢的，现在凭什么管我？再说一遍试试。你疯了！你昨晚不是说想看腹肌？今日我补偿你，让你看个够。我昨晚真的说过这种虎狼之词？怎么，昨晚的胆气去哪儿了？不是说能让你满意，你就长期包养我吗？这是寺院，你发什么疯？想去找你表妹去？少给我扯别人！你在信里说想摸宇文锦的手，穆海棠，你还想摸他哪儿？什么战神？这分明就是个胡搅蛮缠的醋精！你有完没完？现在能闭嘴了吗？能。姑母，穆小姐在蒲团上像毛毛虫一样乱扭，连1刻钟都没坐住，还把蒲团抠了个大洞呢。我当时就纳闷，我一个女子，顾小姐听经时为何双眼像长在我身上一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想把我娶回家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放肆！小门小户教出来的，竟如此歹毒，不知礼数。我爹是镇国大将军，同为当朝一品，怎么顾相夫人算长辈？我们将军府就是小门小户了。你女儿挑衅在前，你这当娘的睁眼瞎在后，相府的规矩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原来是你，镇国将军府的大小姐，找得我好苦啊！小眯眯眼，塌鼻梁，薄嘴唇，五官没一套拿得出手，凑一起勉强能看，还真把自己当仙女了。穆海棠，我跟你拼了！血，大小姐流血了。穆海棠，不过几句口角，你竟下这般狠手。顾夫人，您讲不讲理？
他扑上来打我，难道我要站着挨打？他自己踩了裙摆摔了也赖我？你们相府的教养就是颠倒黑白？跟我斗，气不死你。娘娘，若生米煮成熟饭之事被陛下知晓，怕是要雷霆震怒啊！哼，顾不得了。胭脂若上了公主，便会失去大理寺的实权。这是陛下要拔掉我们顾家的爪牙，让锦儿拖住裴元明。可是夜深后将他打晕，丢进昭华的房里，点足催情香。本宫要他这辈子只能做昭华的驸马。哼，白天装闺秀，晚上扮飞贼，果然是你。佛祖，愿望很简单，求您保佑我赚花不完的钱，顺便给顾云熙配个猪八戒那样的丑八怪，再赐我个有钱还死心塌地的如意郎君。要是他变心，您就保佑我顺利把他送上西天。这死丫头，贪财还要把男人送上西天，真是毒舌。是你？果然是你。教坊思思那笔账，本座还没跟你算。找死！佛前清净地，穆小姐方才那般虔诚，怎的转脸就动刀动枪？任天野，你个混蛋！你偷听我许愿，你要不要脸？要脸？你在教坊司偷看本座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要脸？你搅黄了我的愿望，要是佛祖怪罪下来，你赔老娘的如意郎君！放手！大半夜在寺庙私会，真是不讲究。嘘。靠！在佛门净地打野场，要不要脸啊？表哥，你答应我的事还没办呢，等事成之后，我什么都依你。穆婉清，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有病，以后离我远点。大半夜又跑没影，穆海棠，你真是好本事。累死老娘了！啊！他什么时候在的？你连句解释都没有。我解释什么？出去透口气，还得向你弟申请。是你自己说的婚事作罢。如今你我男未婚女未嫁，大半夜闯我闺房，孤男寡女，还请世子自重。我那时不过是气头上的话，你怎能当真？我父亲手握重兵，萧家亦然，圣上怎么可能答应为你我赐婚？为何萧家从未被猜忌，我却被留在这上京做了10几年的质子？圣上的猜忌从未消失过，萧家看似权重，实则与你父亲的边军相互牵制，这才是帝王要的平衡。你以为我为何8岁就上战场？为何景玉整日招猫惹狗？萧家就2个儿子，却情愿把一个养成废物。战场刀枪是明着来，这上京城的漩涡才是杀人不见血。景逸伪装成废物，才不会被当成靶子。你们家是精明，我爹呢？把我留在这上京15年，不过是给圣上吃下的一颗定心丸。打仗确实凶险，你若真不愿意嫁，咱们的婚事就算了。这是寺院，你哪来的肉？去后山打了野鸡，快吃。堂堂战神世子还会做饭？在军中，谁手笨谁就得啃硬饼子挨冻，刀剑可不管你是不是少爷。那你那日答应我的苛刻条件是敷衍还是当真？哎，你那日都说了什么来着？我倒真有些忘了。萧景渊，你骗我！不嫁了，你给我滚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今日你若点了头，那就除非我死，不然你穆海棠这辈子只能是我萧景渊的妻子。哦，那你准备拿什么跟圣上换我？自然是萧家手里的兵权，没有战事，交出去才能让圣上睡个安稳觉。穆海棠，今日我就让全上京看看你是个没人要的女人！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，佛门清净地做这等安杂事？放开！有风，本公主定要诛你9族！快救救我堂妹镇国将军府的嫡女啊！穆二小姐，你方才说救谁？我不是好端端站在这儿吗？
出事的是穆海棠吗？臣妇不知。完了，我亲手把公主送上了绝路。娘娘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对公主起歹意？公主？什么公主？穆婉清，你不是说那屋里是穆海棠呢？怎么会是公主？娘娘，是穆海棠，一定是他早知道我们要害他，故意换了房间害公主。自己做下这等龌龊事，还敢攀咬旁人，你这心肠比蛇蝎还要毒！他在后怕，他怕出事的是穆棠，他根本不是对他无情。锦儿，松手，让他这么死，太便宜他了。顾夫人，公主为何会睡在穆海棠的房里？臣妇真的不知，当时穆小姐不在，臣妇便把空房给了公主。穆小姐后来安置时换了房，那挂单簿穆小姐看没看过？臣妇当真说不准啊。贵妃娘娘，奴婢去寻密饯，回来时彩月晕倒了，公主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封锁各院，立刻搜查，千万别让她做傻事。胭脂哥哥，你开开门，求求你看看我。昭华，听话，跟母妃回去。别碰我，我脏，这回你满意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深更半夜翻窗户上瘾了？不放心来看看。你可知方才那事儿原是冲着谁来的？自然知道，冲着我来的呗。穆婉清那副见鬼的表情，我能笑1年。萧世子，我好看吗？穆婉清定是看了挂单簿，那间房本是安排给你的。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所以，你以后莫要再跟雍王扯不清了。他今日在藏经楼对你，绝非无意。谁跟他扯不清了？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吃飞醋？咱俩不是说好婚事照旧吗？我是怕你被他2句好话哄骗了，至少我不会骗你。行，你是个大好人。说正事，玉贵妃为了废掉顾家联姻，连亲生女儿都能算计。她安排的人绝不是那个恶心的张茂，是新科探花郎裴元明。他竟能将朝堂局势看得如此通透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，尤其是宇文洁。裴元明一表人才，真才实学，为人圆滑，简直是完美的驸马人选。你对他评价挺高啊，你一个闺阁女子如此了解一个男人，是为何故？老娘跟你聊权略大局，你在这给我挑自影吃飞醋，心好累。臣妾参见陛下。都给朕滚出去！你是不是不知自己是谁了？竟敢拿亲生女儿做筹码！父皇息怒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儿臣的错。小姐，咱们到上京城了。小姐，前面官堂门口有人闹事，走不动了。上官行的医馆怎么闹成这样？去桑白普汁和蒲黄粉来。窗面这么大，古代没有缝合术，真是考验医术。穆小姐，你何时来的？先生，俺们庄稼人实在供不起后续的药费了，这是全村凑的，就带他回去，听天由命吧。回去中途若感染风邪发热，便是神仙难救，人必须留下。先生，您去跟打人的李家庄说，这药费得他们认。5两银子，抢钱呢，抹点锅底灰就结了，老子没钱。你都给我住手！多大的怨仇，里面的人命悬一线，你们倒有闲心在外争长短。是失手，便是失手，人也是你伤的。广济堂连诊费都没收你，只收药钱。你若不识相，等里面的人咽了气，你是准备拿命来赔吗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药钱我替你们付了，
乡里乡亲为了点水源下死手，回去把水匀一匀，互相帮衬才能熬过难关。小姐大恩，俺们记一辈子。你可真能睡，这都什么时辰了才回？往日一本正经的世子爷，今日怎么跟没骨头似的瘫着？我还真不习惯。听说你今日去了广济堂，别管我去了哪儿，快说快说，宫里那边怎么样了？昭华公主神志不清，圣上震怒，夺了玉贵妃的凤印和协理6宫之权，还有天不亮，幕府便被禁军抄家了。男丁流放3000里，女眷没入教坊司。流放3000里，穆婉清这蠢货，竟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平白给我这么多银子干嘛？拿着，以后多做几套新衣裳，挑些合心意的首饰，别总委屈自己。上次的1万两还没花完呢。花不完就当体心银子收着。靠，给钱就想要奖励，这狗男人。蠢笨如猪的东西，敢害我的女儿，我定要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无还！娘娘饶命，是穆海棠，是他故意换了房间，娘娘把他扯进来，就能保住自己，你们死1万次都不足惜。奴才给贵妃娘娘请安。王公公，这2个好物赏你了，别轻易弄死，慢慢调教。不，我们不去，娘娘饶命啊！谢娘娘恩典，奴才定当好好伺候。看来皮鞭太轻了，伤药铁。我也饶命，我不知道是公主啊，是穆婉清说那是偏院的穆海棠，我垂涎她已久。穆婉清说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她就得嫁给我，我怎么会想到是公主啊？拿上那张床时就该知道，无论上面是谁，都不是你能碰的。颇醒他，去查查穆婉清被弄哪儿去了。王爷，穆婉清已被王公公折磨得不成样子，意识不清了。他算计别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人家经不经得起？扔进死牢，没我的命令，一滴水都别给。就看一眼，若不是他写的，岂不成了笑话？羞成这样，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？上百封，边角磨损之词，宇文锦，你又怎会是对他无意？并非心悦，只当名册上的一个人名。穆海棠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你把一颗心全掏给了他，那我呢？我萧景渊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就算是骗我，这辈子你也休想再离开我半步。大半夜发什么疯？说够了就滚出去！你敢说你心里没他？这些荷包什么怎么回事？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用得着跟你解释？萧景渊，这婚事算了。算了，你欠我的，今晚通通还给我！你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去啊？这些把柄你收好，那银票全当给你的补偿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把你的臭钱拿走！上官，我手底下有个副将，新婚夜出了点岔子，托我来问问你。副将，新婚夜？哦，副将，我竟不知萧世子何时对属下的防围之事也这般上心了。哦，你那个副将新婚夜怎么了？就是私下相处亲近了些，没越规矩，结果他就你懂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又不是你自己遇上事儿，你耳朵红什么？你上次说我腿上的旧伤是不是气血淤堵阻滞经络，影响身体元气调养？你想多了，你又没病。不过是那女子甚合你心意，你没经验，太激动，气血涌得太急，收不住罢了，哪就到不行的地步了。该死，丢人丢到家了。昨夜风大，竟梦到殿下了，字字句句剖心地胆。傻丫头，你爱得太苦了，
难怪萧景渊会失控。任何男人看了这些信，都会嫉妒的发疯吧？小姐，刑部传来消息，穆家流放队伍途经荒岭，遭遇流寇节节，穆家男丁全都死在了流放途中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笔账算是清了。小姐，小姐，穆爷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将军，是大将军从边关来信了。吉基宴暂且推迟，待秋后为父与你母亲回京，亲手为你操办。想那个阴晴不定的狗男人干嘛？过几天习惯淡了就好了。哎呀，海棠，你这身段气度，活脱脱的免费活招牌。小姐，我方才进来时看见沈小姐的姑爷滕公子了，他身边跟着个陌生的水红衣裳女子，正挑料子呢。文轩，这料子真好，就是太贵了。拿着若音的嫁妆，在这里装大款养外使，真恶心。恭喜公子，您二位消费已过100两，凭此牌可免费上门量体裁衣。那便留下地址，劳烦送到折柳巷第3家。洪文轩，你这条狗命，姑奶奶我收了。不用找了，余下的给表妹拿2匹素净的料子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同点销吗？穆小姐，若音前天还念叨你呢。一个从8品点服，随手就是200两。当沈家的陪嫁是大风刮来的。若音身怀6甲，你敢在外面恶心她，再让我看见她跟着你，我就去太傅府好好聊聊，安分守纪。敢动歪心思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王爷，北狄太子的急信。萧景渊，你竟敢连根拔起本王在东流渡口的暗桩！景渊，你这趟差事可是让西老三损失惨重啊！你这趟回来怎么一直黑着脸？谁招惹你了？昨夜风大，竟梦到殿下了。满脑子都是那小白脸，你的心怎么就捂不热？既然招惹了我，你这辈子都休想逃。商少，你这也不行啊，弹得跟弹棉花似的。我花高价从囚房私赎的，上京有几个比得上？那你去问问京里的文人，谁不知道醉红楼的那位云上姑娘，就是一首曲子，能神乎其神到哪儿去？云上姑娘曲调新奇也就罢了，关键是人长的角色，虽然蒙着面纱，但小爷我混迹风月场这么多年，光看那身段就没见过那般勾人的角色。哥，别打脸啊！闭嘴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整日流连教坊司醉红楼，明日起停了你的月令。别啊！我刚花了5000两充了醉红楼的至尊会员，那云上姑娘的曲子没有这牌子根本听不到。会员提前占座，抹去零头，还送同行免单，这手段，这绝非劳保的手笔。这云上姑娘是个绝顶的商业奇才，这世上就没有花银子请不来的人。连宠，去请云上姑娘，价钱随她开，走我的私账。云上姑娘，我家主人想请您去画舫弹奏一曲。规矩不能破，云上从不外出应酬，请回吧。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家主人是皇商商家，商榷商公子。商榷，那个活不过23岁、没有公婆管束的超级高富帅。我家公子说了，只要姑娘肯一步，酬劳任您开。去相亲还能拿巨额出场费，天下竟有这等好事，傻子才不去。既然商公子如此盛情，云上若再推辞，便是不识抬举了。请小哥带路吧。少主，云上姑娘答应来了，只是……哦，要了多少银子？5万两。5万两，抢钱啊！5万两买个新鲜，值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何本事。萧景渊，怎么全天下的大佬都在这凑桌打麻将啊？
穆海棠，这死女人竟跑到这儿来卖唱。商公子，5万两，能否先结一下？我开的价是1对1。商公子这里这么多人，要是不给现银，立个字据也可。1对1，你还想跟他单独共处一室？你找死！这是信物，凭此可在任何钱庄取银子。只是姑娘总要让我等听听，值不值这5万两？商公子想听什么？为了银子，竟敢不顾身份跑来当琵琶女。就他那日明洞上京的曲子，成。这副模样的他，我从未见过。这清冷孤寂的曲子，他心里到底藏了多少事？云上姑娘果然名不虚传，5万两，值了。商公子，只要你出得起银子，想听多少有多少。买断专享之权，价钱可要比5万两还多哦。独享倒不必，好取当与众人共赏。专享？合着他真想只弹给他一人听？宇文锦的小白脸不管管他吗？既然商公子爽快，算个友情价，剩下2首，每首1万两，不满意分文不取。哦，好曲有魂。这丫头这般不省心，我看你们之间，不如就算了。你认出她了？我没看出她什么，倒是把你看得分明。你呀，是真对这丫头动心了。我动心有个屁用，人家根本不稀罕。你可想好了？父皇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不娶她，便让她入东宫。穆海棠，我知道你没睡，你给我起来！谁准你去醉红楼的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？萧景渊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这是我家，你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。堂堂将军府千金跑去卖艺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名声怎么了？那晚是你拿着信说要1刀2断的，你现在凭什么管我？不管你，让你为了那个小白脸伤心欲绝，转头又去商榷的画舫招蜂引蝶，你还敢提？是你先说不娶的，你走，我明天还去醉红楼弹琵琶。行，我管不了你是吧？我这就走军驿，给你大哥写信，说你日日要去醉红楼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凭什么给我大哥写信？撞哪儿了？疼不疼？不用你管，你去告状啊，让我爹回来打死我算了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匣子呢？那里面的东西，丢一根线头都是你失职。匣子呢？把这几日当值的护卫全扔进地牢，用刑。找不到匣子，全给本王死！爷，奴婢真的只往香炉里放了熏香，绝对没碰书房的任何东西啊！拖下去，活活打死找不匣子。今晚当值的人全给本王陪葬。那匣子里是他写给我的所有信，是谁偷走了他？你干嘛？夜深了，我乏了，今晚歇你这儿。你无耻啊你！赶紧走！我无耻？忘了那晚是谁红着脸说要长期包养我？又咬我，女人，你若再乱动，我可真保证不了不碰你。别怕，妩媚无偏，我绝不碰你。传出去毁了你的清白，我便万死难辞。你别乱翻，锦绣回头看出来。用这个装。里面的东西呢？烧了啊，留着让人拿捏把柄吗？他烧了，他真的全烧了。烧得好。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别慌，我在。谁？楠楠，是我。楠楠，神经病！不准去！
雍王殿下大半夜传我归夫，所谓何事？楠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何许久不来等我，也不给我做点心了？我做不起了，我把能卖的都当了，全用来给你买做点心的材料，我自己饿着都没舍得吃一口，我还得怎么努力？要不是我父兄手握兵权，你母妃会从我一出生就算计我吗？他就是要把我养成一个为你活着的傀儡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跟我母妃有什么关系？那些信里你从未提过委屈，若是你早说，我怎会坐视不理？将来你成了我正妃，今日的流言算什么？我就是嫁猪嫁狗，都不嫁给你。这匣子为何会在你这儿？这东西到底是谁帮你偷回来的？是我爹，让人拿回来的。谁想给你当爹？里面的东西呢？烧了。谁敢娶你，我就让他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。好呀，走着瞧。臣恳请陛下赐婚，臣要娶镇国将军之女穆海棠。景渊啊，晚了。穆将军刚递来折子，说那丫头从小就有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朕如何能差人姻缘赐婚给你？陛下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昨夜臣喝多了，夜闯将军府，已同他成了真夫妻。胡闹！你堂堂国公世子，无媒无聘，敢干这种荒唐事儿？你当穆怀塞的刀是吃素的？臣这便动身去边关负荆请罪。生米已成熟饭，穆将军断不会让女儿还没出嫁就守寡的。云上姑娘说不来了，这玉佩可取7万两，让你留一半。红姐，你不留她，这世道女人不易。告诉她7万两都拿着，我分文不取，让她安心养老。左大人那边如何了？我按你说的，俸禄全给他，但我赚的钱他休想沾一分。你，萧景渊，你无耻，谁累着了？给你涂手腕和脖子的，昨晚是我没分寸。拿走，看见你就烦。看见我就烦，那看见谁你不烦？哎，光天化日的，别动手动脚，安分点。萧景渊，你不娶我，还一个劲儿占我便宜。谁说我不娶你？我不娶你，谁娶你？宇文景说，谁敢娶我，他就杀谁全家。他说什么你就信？他连正经求娶都没胆子，他说对付谁就对付谁。萧景渊，你当真要娶我？你先前说娶我，却把我扔下2次。若是这次你再说不娶，那我穆海棠绝不再高攀你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心里惦记别人？你去醉红楼谈娶那账，我还没算呢。若是让我知道你再去醉红楼，我便……你便打断我的腿，来，现在就打断。我从没想过不娶你。我承认我嫉妒极了宇文锦，我怕你跟我成婚只是一时赌气，是退而求其次。你莫担心，我定会为你守着，不过最多1年，然后改嫁。穆海棠，你要是敢改嫁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你要是不想我改嫁，就得好好活着回来，不然你的孩子管别人叫爹。你敢？我若真有一日回不来，你莫要为我守着。按萧家的规矩，断不会允你改嫁，但我允许。我若回不来，你即刻回穆家过你想过的日子。谁要你立什么遗愿？我只要你活着。你放心，你娶了我，只要不纳2色，不收通房，只我一个，我也会为你守一辈子的。我答应你的事，定不会食言。哼，你给我记好了，日后若真背着我偷人，我立马跟你和离。和离第2天，我就去买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徒。他这般霸道要求，心里定是有我了。那匣子里都是给你的东西。装的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有2道锁，金链子上的玉如意坠子第2道锁的钥匙。这是送我的？打开看看，你自己瞧。上京的商铺，京郊的良田，漠北的皮毛行和铁矿，下面那摞是商榷汇通钱庄的兑票，共计10万两。你留着花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喜欢银子吗？我为何要高兴？你要把这些都给我，问过你娘了吗？问我娘作何？这全是我当年的饷银和赏赐攒下的私产，1分1毫都与国公府无关。我若悉数给了你，谁也管不着。你的东西拿回去。我是喜欢银子，但我更喜欢挣银子的过程。而且你我婚事未定，我收你东西不合适。那10万两算是给你在家里，后边出去走走，只要不去醉红楼，我便由着你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跟红姐说了，往后不去了。但变动未定前，匣子我不能收。什么变动？你是不是不想同我成亲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说请旨赐婚，圣旨的影子在哪儿呢？这锅我不背。什么锅？我甩什么锅了？萧景娇，你可真是个精神小伙。精神小伙是何意？你莫不是在骂我？是在夸你俊朗。我瞧着不搭，我觉得还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变态更适合我。对，你非常变态。穆海棠，你敢耍我？
说变态到底是何意？变态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意思啊，夸你战无不胜呢。油嘴滑舌的小骗子，你少岔开话题，为何还不请旨赐婚？你怎知我没去？只是眼下我要出一趟远门，少说粤语。我走后，你若敢去醉红楼，我便让人查封了他。若遇急事，去找太子。等我回来，必八抬大轿，三书六礼，风风光光迎娶你。没人管着的日子舒坦。萧景渊那家伙1年10个月在外头忙，真嫁了他，这日子倒也不错。下把自己关在书房3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娘娘，殿下染了风寒，怕过了病期给您，这才没来请安，连朝都没上。去请御医，告诉他身子好些了，必须上朝。陛下最不惜懈怠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为何你说不嫁就不嫁了？烧了穆海棠，你以为我宇文景非你不可是吗？与其把钱放着，不如入股左夫人的绸缎庄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祖母，你醒醒啊！是焕儿。让让，都让让！神仙姐姐，求你救救我祖母！老东西，走路不长眼，死了活该！你救救他！我尽全力。祖母，求您别丢下焕儿！是你害了我祖母！也敢在小叶面前哭闹！祖母病好些了，想采果子报答你们。我们才走到这儿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祖母动手。他们是上京有名的纨绔，你去会吃亏。你在这儿看着孩子，我去。都给老子滚开！怎么，伤了人就想走？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？一个贱民而已，死了活该！诸位乡亲，死的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难道当官的儿子就比寻常百姓金贵，能随意夺人性命？姑娘说的对，我们作证。不就是讹银子？这些购买上好的墓地了。当街杀人，依东陈律，当处极刑。你去请京兆尹啊！我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动我一根手指头。京兆府不敢杀你，我敢。老夫人是英雄的母亲，她儿子正在西北魏国戍边，她却被你当街踢死。不杀你，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；不杀你，对不起天下百姓。我错了，饶命！海棠，住手！你若当街杀了他，就是把整个将军府推向风口浪尖，这是私刑。杀他有100个法子，不能把自己赔进去。生如蝼蚁，当立鸿鹄之志，不要信30年河东，你要做的是3年河东。站起来，跟我走。老夫人是东宅英烈之母，后世按将军府最高规看操办，全府披麻戴孝。祖父，苏家睚眦必报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若苏尚书发难，他必陷险境。帮自然要帮，可我们非亲非故，以何种身份去帮，惹人非议。这是因我广济堂而起，我断不能坐视不理。恒儿，祖父前几日与你说的事，你考虑的如何了？祖父，王玉一家的小孙女，我不同意。那样鲜活明媚、敢与天地争锋的女子，我怎能看她深陷泥潭？祖父，我再说一遍，那口头婚约我不认，我不同意。护穆家丫头和你与她的婚事本就是一件事，跟你有婚约的正是穆海棠。这当年怎会定下这门亲？我方才说不同意了吗？谁在敲登文鼓？是将军府的穆小姐。苏光耀当街踢死戍边将士之母，臣女敲登文鼓，敢问陛下，东陈国是不是官员之子杀人就不用偿命？陛下，犬子只是失手，怪那老夫人垂垂老矣，身体太差，她却素意捏碎我儿膝盖骨，让她成了废人。照苏大人这么说，那我也是和令公子开玩笑，我好心帮他揉了揉腿，谁知他生了一副贱骨头，一碰就碎，怨得了谁？你胡说八道！别拿手指着我，若是我手痒了，也给你揉揉，怕你的老骨头跟你儿子一样，一揉就坏。律法上踢一脚只是误杀，只需赔些银钱，你在这放肆什么？一条人命，我苏家赔1000两，但你捏碎我儿膝盖骨，让他成了残废，这账怎么算？行，一条人命1000两，
你定的规矩我认了。成年人有206块骨头，按你的命价折算，你儿子这块膝盖骨算下来不到5两。这5两银子给你，不用找了。既然一脚踢死只赔1000两，苏尚书，你最好把你儿子关在家里，不然你看我能不能一脚踢死他。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不读女诫，竟敢在朝堂大放厥词，不知羞耻！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，为何造出女人？顾丞相，你还是女人生的呢。我爹在边关打仗，祖母告诉我，一人从军，全家光荣，求陛下还我祖母公道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若让凶手逍遥法外，何以告慰边关将士？臣女恳请陛下判苏光耀绞刑。苏光耀草菅人命，改判斩首。苏振业教子无方，革去尚书之职，抄没家产，全家流放3000里。臣领命。臣女代戍边将士谢陛下主持公道。你功不可没，朕准你求一个赏赐。海棠只求我日后的婚事能由自己做主。这笔账本王记下了。小姐，雍王竟敢去给苏光耀收尸，不怕圣上猜忌吗？他是向圣上低头示好，同时做给党羽看，这叫收买人心，退一步进2步。宇文瑾这人太可怕，前世他能在漠北布下杀局，萧景渊身边一定有内鬼，而且还勾结了北狄。时间不多了，一旦北狄开战，萧景渊必死无疑。他一死，太子断臂，穆家满门也活不成。不管我爹同不同意，这婚我必须结。只有成为萧氏子妃，我才能名正言顺去边关。狗男人，你的命老娘保定了。小姐，霍请带到了。末将霍请参见大小姐。我的病齐了。霍叔，起来吧，将军府需要你。亲自为将士母亲送葬，既显仁厚又笼络军心，这步棋走得高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让封建传话找姑有何要事？萧景渊究竟去哪儿了？他走没跟你交代，你倒来问姑？他是不是为了婚事去边关找我爹了？让他赶紧回来，去了也没用，我爹绝对不会选他。为何？景渊文武双全，你爹为何看不上？先不谈他。太子殿下，苏家刚倒，您别把精力浪费在查旧账上了。顾相把持朝堂又如何？那些酸腐文人，刀架到脖子上砍2个就老实了。殿下真正要做的是笼络军心。你待如何？朝廷50两的抚恤，到遗孀手里只剩10两。您要做的是给他们真正的活路，以您的名义，让遗孀每月在州府按月领取赡养银，在各州府设立军属书院，让将士子弟读书习武科考，将士们九泉之下能安心，活着的人知道朝廷没忘他们，军民一心，这天下谁还能撼动您半分？此计大善，姑受教了。姑一直不解，你为何要帮姑？你对老三那般态度，又与景渊情谊走得近，姑总怕你是另有所图。我与雍王是为活命不得已，帮您，因您是名正言顺的储君，我爹是纯臣。若有一日殿下掌了江山，还请看在我爹鞠躬尽瘁的份上，保镇国将军府平安。至于萧景渊，即便我有所图，也得他愿意。一辈子太长，若是有一日他待我不好了，我是万万不会跟他凑合的。穆小姐这想法，上京城独一份。放眼上京，怕是只有景渊会应你。景渊值得托付，姑还有要事，若有事传信于姑。镇国将军劳苦功高，不管是父皇还是姑，从未有过对将军府的念头，你大可放宽心。有殿下这话，海棠便踏实了。苏家的事儿都收拾干净了吗？暗道毒死，人撤出了。可惜苏家留下的东西，让任天野拉到镇抚司了。任天野若好对付，怎会在苏府待3日？他怕是连地砖都想撬起来看看。东宫那边，新任户部尚书停了查账，该跟太子规整漕运粮价了。县城的功劳，倒让他捡了来。萧景渊的去向查到了吗？萧世子出了城便没走官道，已没了踪迹。但奴才已在去漠北的必经京之设了埋伏。若是发现他往漠北去，无需管；可若是他敢掉头回京，就用尽全力拖死他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回上京。那丫头几日没出府了？回王爷，穆小姐自苏家出事后，一直称病闭门不出。哼，
他还真变聪明了，有本事他就在将军府一辈子别出门。王爷，有件事奴才不知该不该禀。说，以后将军府不管出什么事，哪怕是半夜，也得立刻告知本王。方才宫里来了宫女，去了将军府，说是昭宁公主的人探望穆小姐。昭宁，原来那个在宫里几乎透明的妹妹，竟与他也暗中有往来。呵呵，一边追着本王拿信哄我开心，一边竟暗中攀附太子。你出去告诉他们，继续盯着将军府和他的一举一动。宇文锦啊，宇文锦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！你的心为何还会痛？你想做太子妃，除非本王死了。本王到底哪里不如那个病秧子？你不是把信烧了吗？无妨，本王会让你一个字一个字重新给本王写回来。你也不提前透个信，我听说你病了，害我这几天觉都睡不安稳。我故意不跟你多来往，也是为了护着你。我扳倒了苏家，玉贵妃不会放过我的。我来就是要跟你说，玉贵妃已经解除禁足，重新掌了公权了。淑妃倒算聪明，她若不给，玉贵妃也有法子要回去。我趁她不备，断了宇文锦一条手臂。她说杀我，我就伸着脖子等她杀是吗？海棠，我听说北狄的七皇子和三公主呼延龄近日要来上京。北狄的三公主，他们这是来做什么？说是为了联姻。上辈子明明是昭翁远嫁北狄和亲，怎么现在反倒成了北狄公主来东城联姻？这事不对劲。海棠，我今日难得出宫，你可方便同去瞧瞧若音？海棠，你哪来这么多银票？凭本事挣的。这1000两你拿去宫中打点，另1000两你一会儿偷偷给若音身边的孔嬷嬷，让她给若音买吃用。为何要偷偷摸摸的？你不去了？我不去，我怕去了忍不住把童文轩那个王八蛋抽死。好个不知好歹的穷酸进士！若音怀着身孕，他竟敢勾搭表妹，你为何不告诉若音？怎么告诉？她怀着身孕正是要紧时，若受了刺激伤了身子怎么办？人装不了一世，她迟早会看清。她那个爱财如命的婆母，就算给再多东西也用不到若音身上，不如直接把银子交到底下人手里防身。若音命真苦，我时间不多，看望完她便回宫。你万事小心，你也是，躲着点玉贵妃。萧景渊不在的日子，穆海棠足不出户，日子却越过越充实。他教孩子们数学，最先痴迷的竟是秦招。大小姐，这数字之法解起这鸡兔同笼之题，竟如此简洁。上官恒一治好了左家小儿子，我欠他个人情，不知该送什么谢礼。有了，我知道该送他什么了。他身为大夫，定然喜欢这个。